别看黑胡子到处抢夺神级果实，打造了一支顶配的能力者军团，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强的实力。尾田已经出手修改设定，直接削弱第七手下3位强者的战力。第一位是范奥卡，靠着一颗超人系瞬移果实，从普通枪手晋升为最顶尖的狙击手，能抵抗路飞4档攻击的饼干人，在他面前一枪一个打得粉碎，因此被海米戏称为范皇，调侃他拥有堪比4皇的战斗力。不过在对抗罗率领的红星海贼团时，范奥卡直接被尾田打落神坛，能打碎饼干人的子弹，连一块石头都打不破，还被变成乐师的背波踹倒在地，完全没有所谓范皇的风采，最多也就飞6包的水准。第二位是宇之溪流，曾经是海底大监狱的看守长，据说有着堪比麦哲伦的战斗力，应该能无限接近海军大将。伊万科夫曾评价他比麦哲伦更恐怖，因为他不需要蹲厕所窜稀，战斗力持久性比麦哲伦更高。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，溪流吃了超人系透明果实，本以为会让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，没想到他对恶魔果实太过依赖，总想着靠着隐身能力搞偷袭，就连打赏金3亿贝利的莫利亚都得开启隐身果实，不敢正面对抗，这必定会导致溪流对霸气的修炼不强。要知道在霸气面前，一切恶魔果实都是废。溪流如此依赖透明果实战斗，还怎么有资格做索隆的最终敌人？第三位是玄月猎人代跑，本来是推进城中最凶恶的女罪犯，跟着黑胡子后吃下拳果实9尾狐形态，只要用手触碰就能变成对方的模样，甚至还能拥有对方的果实能力。戴鹏去弹头岛触碰到五老星萨坦上，不仅会得到妖怪牛鬼的能力，还可以对赤天使下达命令，绝对是黑胡子竞争 One Piece 的最大帮手。不过尾田直接修改一个设定，让戴鹏的战斗力一落千丈。弹头岛事件完结后，伊姆剥夺萨坦的五老星身份，还当着海军众人的面将他处决。戴鹏去弹头岛等同摸了一个机密，现在最多比海军中将略强一点。卡普对待各位海上皇帝实力的态度，作为海军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，卡普多年来没少与四皇打交道，对各位海上皇帝的实力也非常清楚。在七水之都的时候，卡普首次说出四皇的存在，他告诉路飞，有4个海贼统治着伟大航路的后半段，世人称他们为四皇，香克斯就是其中之一，拥有匹敌白胡子的实力，并不是路飞口中的温柔大叔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白胡子利用果实能力发动海啸，整个大海剧烈摇晃，卡普告诫海兵们千万不要大意，白胡子是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，拥有将世界毁灭的力量。抢走白胡子的阵阵果实后，黑胡子自称天下第一，扬言毁掉马林范多，战国立马变成大佛形态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之后战国和黑胡子单挑，巴沙斯想给船长帮帮场子，跳出来偷袭战国，被卡普一记铁拳从空中击落。随后卡普很坚定地说，我也是海兵，自信能挡住黑胡子海贼团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卡普除了被路飞揍了一拳额头流血外，在对抗黑胡子海贼团中没有受到任何一点伤。看到香克斯带队抵达马林范多，卡普略微有点不淡定，指责香克斯将路飞引上海贼之路。卡普一生的梦想是培养路飞当海军，算是被香克斯彻底粉碎了。在四皇大妈的地盘闹了一通，路飞打败了第2将辛克利甲以及第1将辛卡塔库利，赏金飙升到15亿贝利。摩根斯对此事添油加醋，认为路飞是刺杀四皇大妈的主谋，在对抗四皇的事件中为获胜者，有资格成为第5位海上皇帝。听到众人夸赞路飞的成长非常快，卡普哭笑不得地说路飞就是个愣头青，指路飞弱点是太莽撞，得罪四皇并不明智。为了去和之国取下路飞的脑袋，大妈打电话联系凯多，还表达了联手的意愿。海军对此事的表现非常不淡定，大将候补逃兔最紧张，很奇怪卡普为何不担心路飞的生命安全。卡普很淡定地说，相比40多年前，凯多和大妈的实力增强很多，如果他们联手复活洛克斯，自己也没有办法阻止。卡普对凯多和大妈如此无奈，是认为自己老了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众人对女帝汉库克实力的评价：12岁的汉库克和2个妹妹一起玩耍，人贩子将他们拐走卖给天龙人当奴隶，期间被逼吃下甜果实。在15年前，费舍尔泰格徒手攀登红土大陆，释放了所有奴隶。汉库克带着2个妹妹趁机逃走，随后在雷利和夏奇的帮助下，从香波地群岛返回到百合王国。在汉库克18岁的时候，当上了百合王国的女皇以及9蛇海贼团的船长。百合王国崇尚武力，只有最强的人才配当女皇。汉库克的实力也得到了民众们的认可。汉库克曾经说过，有一次冒险途径中枢之海，打败了怪物戈尔宫，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毒蛇女妖美杜莎。仅出征过一次，汉库克便被悬赏8000万贝利，并被海军邀请去当七武海。为了保护百合王国的民众，汉库克答应成为七武海。海军如此看重汉库克，是认可他强大的实力，不招安的话会带来更大威胁。为了能顺利处刑艾斯，海军强制召集七武海去马林范多对抗白胡子海贼团。中将吴蜀负责召集汉库克，两人刚刚见面，汉库克发动能力将海军全部石化，吴蜀用匕首刺穿手臂驱除邪念，才避免身体被石化。不过丧失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
算是被汉库克秒杀了。来到马林饭多，汉库克看见斯摩格按住老公路飞，心中的愤怒让面容扭曲，一脚踢断斯摩格的武器，失手救下路飞。斯摩格挨了一顿揍，气势上依旧正义凛然，指责汉库克不分敌我，却不敢动手继续战斗，内心中认定自己没有实力打赢汉库克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汉库克借助萨罗梅的追踪能力，发现罗的潜水艇。见到汉库克那一刻，罗和船员们都很震惊，一是搞不清为何会被汉库克发现，二是担心汉库克是来抓自己和路飞的，不自信能打赢女帝。世界会议后，七武海制度被废除，海军派人前往百合王国抓捕汉库克。见到海军岛民们不知所措，汉库克让他们不要惊慌，略带微笑地说了一句：“是忘了我们凭什么当上七武海了吗？”正是因为强大，汉库克敢说如此自信的话语，表明了战斗力很强，没把海军当回事。战国也评价过汉库克的实力，只用了6个字：那个女人很强。战国是海军的老将，知道汉库克为什么能当上七武海，也知道汉库克拥有霸王色，给出如此评价是认可汉库克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众人对大妈实力的评价被草帽团轮番殴打，在罗杰眼中玲玲只是个妹妹，小时候的大妈食量惊人，破坏力也惊人，轻轻一拳能干掉一头巨熊。修女见到如此强悍的女孩，心中窃喜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万万没想到被大妈一口吞了。长面包看见大妈摧毁巨人村，认定她会成为王者，邀请大妈组建海贼团，赏金很快飙升到了5亿贝里。在草帽团中，山治是最畏惧大妈的人，告诉路飞一旦惹怒大妈，亲人就会被全部干掉。路飞对此颇为淡定，爷爷是英雄卡普，老爸是革命军龙，大妈敢惹他们等同找死。布鲁克是嘴上说着害怕大妈，遇上本人后立马变成灵魂之王，开始单挑，打伤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后，还赠送了一个侍寝服务。赏金50贝利的乔巴吃个10万贝利的棉花糖都瑟瑟发抖，遇上大妈本尊后，立马开启暴走形态，徒手抵挡大妈的拿破仑。来到和之国，乔巴与布鲁克联手，一个当瞭望员，一个当投弹手，给大妈喂了一波手榴弹，是真把大妈当大妈了吧？弗兰奇不愧小混混出生，摩托车直接骑到大妈脸上，尊敬老人的品质一点没有。盛平一脸憨厚的模样，与大妈战斗一点没有手下留情。梅花谷接住拿破仑的攻击后，甩出一股水流给大妈洗海水澡，又接上重一拳将大妈击飞。索隆承认大妈的实力强悍，赞同罗的计划，得把大妈和凯多分开才能获胜，却敢用身体硬扛大妈和凯多的联合技能霸海，多少有点看不起四皇吧。对大妈实力的态度，马尔科和索隆一样，知道大妈是恐怖的强者，还是敢于挺身而出与之战斗，也自信不会输。百兽海贼团是真的虎，前有靠船王杰克单刷3位海军元老，后有飞6包怒刚四皇大妈，结果是佩吉万吃了大妈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乌尔提给弟弟报仇，单挑四皇大妈，挨了一招明光炮，身体被贯穿后又被奈美用宙斯打败。别看奎因胖，但一点都不喘，为了一碗红豆汤能与四皇大干一架，挨了一顿揍也没丢人，最后居然抓住了四皇大妈。岩灾镜对大妈的态度也很不屑，一个人抵挡半个 Big Mom 海贼团，踢翻大妈的海贼船后，还不忘补上一句走好。罗杰处在巅峰的时候，大妈还没有达到当今四皇的水准。罗杰轻描淡写地说，从玲玲那抢了一块历史正文的踏板，有点大哥哥欺负小妹妹的意思。还有哪些人评价过大妈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算上香克斯与巴基2位实习生，罗杰海贼团一共拥有30名船员，其中有5个人拥有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也达到了四皇级别。第8名库洛卡斯，罗杰海贼团的船医，已确定拥有见闻色霸气，发起脾气来连罗杰也敢锤。目前在双子甲做灯塔看守员，保护和陪同拉布等待伦巴海贼团回归。第7名巴基，从小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与白胡子海贼团对战一点不怂，长大后巴基胆子变小了，运气却变好了，在顶上战争被白胡子邀请一起合作，没有把世界第一剑豪鹰眼放在眼里，更气的是靠着忽悠当上七武海。说巴基实力不强大吧，好像也不太合适。第6名斯巴克贾巴，年轻时手持双斧，留着长发，一副性情中人的装扮。贾巴一直被认为是罗杰海贼团的3号人物，与光月玉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，实力应该达到了四皇级别。老年贾巴隐藏在东海，艾斯树行前有过出场，已经变成光头。第5名光月玉田，是白胡子和罗杰同时认可的男人。玉田拥有霸王色和武装色高阶用法流鹰，20年前重创凯多，在其腹部留下全身唯一的伤疤。玉田还有倾听万物的能力，具体有什么作用还不知道，反正是比霸王色还稀有的能力。第4名希尔巴兹雷利，外号冥王，罗杰海贼团的副船长。雷利对霸王色、武装色、见闻色霸气非常精通，76岁的高龄也能单挑大将黄猿，场面上丝毫不落下风。年轻时期的雷利战斗力至少也能达到四皇级别。第3名香克斯，和巴基一样，从小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6年前当上四皇，目前赏金40亿4890万贝里，
香克斯与老年白胡子有过交手，实力处于不分伯仲的状态。在顶上战争，香克斯挡下赤犬的岩浆拳头，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震慑住马林范多的所有强者，还曾挡住凯多和进，让他们放弃前往马林范多参战。香克斯也是罗杰之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，吴老星也得给他个面子。第2名，道格拉斯·巴雷特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15岁加入罗杰海贼团，当时就能与雷利五五开。罗杰被处刑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暴走，卡普和战国联手发动屠魔令，将其体力耗尽后才抓住他关入海底监狱。45岁的巴雷特从推进成越狱，被称为史上最恶的越狱犯。此时的巴雷特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实力已经超越四皇，比香克斯强也说不定。第1名，戈尔蒂·罗杰，唯一的海贼王，赏金55亿6480万贝里。罗杰拥有倾听万物和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佩刀艾斯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。难道说罗杰也当过世界第一剑豪吗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黑胡子海贼团战斗力最弱的成员公开，一招没有出被秒杀3次，居然还想着干掉卡普。要问黑胡子海贼团最弱的人是谁，很多人会认为是巴沙斯，他能当上1号船的船长，绝对是因为拍了黑胡子的马屁。当年在巴拿马岛遇到艾斯，巴沙斯抱起一座房子扔了过去，被艾斯一记火拳化成灰烬。黑胡子还特意强调他不是艾斯的对手，陪同黑胡子来到推进城开招聘会，遇到麦哲伦后吃了一招毒龙被秒。如果不是溪流送来解毒的药，黑胡子海贼团会彻底留在海底监狱，去顶上战争抢夺阵阵果实。黑胡子率队与元帅战国爆发战斗，巴沙斯又站了出来，他想攻击战国给自家船长帮场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，挨打后一脸茫然不敢说任何话。2年后，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登场，抢夺烧烧果实失败后，他把目标改为橡胶果实，打算偷袭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路飞，不料被萨博及时赶到一脚踹飞。随后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激怒萨博，又被一招火焰龙王差点打死。出场后一直被秒的巴沙斯确实够弱，不过黑胡子海贼团还有一个人，他的表现比巴沙斯更加弱一点。这个人就是巴斯克乔特，外号大脚，是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到的强者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乔特跟着黑胡子一起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本想着抓住汉库克享受一番，不料被汉库克直接变成了石头雕像。如果不是雷利让汉库克解除果实能力，乔特的命多半会丢在九蛇岛。1年前，在某座无名小岛，乔特和圣胡安二郎一起遇到了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应该是乔特一行人惹怒了对方，被青雉直接秒杀，冻成巨大的冰雕。好在黑胡子带人及时赶到，才让青雉释放了乔特与饿狼。当拉斐特向黑胡子提议干掉青雉，抢夺洞洞果实来提升战斗力时，青雉再次使用洞洞果实，乔特又是瞬间被冰封失去战斗力。如果不是黑胡子向青雉道歉，乔特即便能保住小命，也得落得个残疾。不要看乔特一招没出就被秒杀3次，他居然有干掉英雄卡普的野心。卡普去蜂巢岛救科比，黑胡子海贼团负责留守的人之中就有乔特。他见到卡普毁灭一座城镇并没有害怕，反而露出了一副阴险的表情。从卡普能一招秒杀青雉来看，即便是黑胡子本人到场也不是对手。乔特想把卡普留在蜂巢岛，一定是打算用什么险恶的方式，还是希望卡普能救走科比安全离开。被黑胡子海贼团围剿确实会有危险。吴老星评价英雄卡普的战斗力，妥妥的能单挑灭掉4皇黑胡子。最了解卡普战斗力的人一共有9个，罗杰算一个，他与卡普争斗几十年，也非常了解对方的实力强弱。当年在无名小岛，罗杰灭掉一群海兵后说道：“想抓我得叫上卡普或者战国。”从这句话也能说明一点，罗杰认可卡普拥有匹敌自己的战斗力。战国与卡普从年轻时就混在一起，也很清楚卡普实力的上限在哪里。在顶上战争那回，战国见到卡普朝着赤犬走去，嘴里还念叨着取下赤犬的脑袋，战国立马冲了上去，一巴掌按住卡普的脑袋，显然是相信卡普有灭掉赤犬的实力。还在洛克斯海贼团时，白胡子就见识过卡普的实力，在神之谷败给过对方，带领整个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艾斯。白胡子见到马尔科被卡普一拳头打飞，立马告诉手下的人不要被所谓的英雄称号震慑住，卡普只是个海军老兵而已。白胡子之所以这么说，显然是担心卡普强大的战斗力让手下的人产生畏惧。钢骨空是卡普的老领导，当年去打红伯爵的时候也将卡普带在身边，直到与红伯爵双双耗尽体力后，卡普出手将红伯爵抓捕送进海底监狱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卡普提出辞去海军中将的职务，钢骨空并没有同意，让卡普保留原来的军衔，在海军中培养新人，显然是不想失去卡普强大的战力。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吴老星，不管卡普做什么事情，5个老头都没有逮捕他。亲儿子是革命军的首领，组建了一支能将天龙人统治推翻的军队。大孙子从一个毛头小子慢慢成长为海上皇帝，已经拥有当海贼王的实力。卡普隐瞒所有人，将罗杰的儿子抚养长大，以上种种事迹都能让他掉脑袋。可是吴老星就是没有处置卡普，反而让他安安稳稳地当着海军中将。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卡普在海军的地位高，另一个是卡普拥有最顶尖的战斗力。每次路飞搞出大事情，吴老星的第一句话都会是又是卡普的孙子。顶上战争过后，路飞在雷利和盛平的陪同下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，吴老星直接来了一句：路飞能干出如此惊人的事情也不奇怪，因为他是卡普的孙子。可见5个老头是在借路飞的事情夸奖卡普。
世界会议期间，吴老星也评价过黑胡子的战斗力，只是认为吃下2个恶魔果实的人很罕见，并没有夸赞黑胡子战斗力很强的意思。可见在吴老星的心目中，黑胡子相比卡普的实力还差一个档次。去蜂巢岛救克比，卡普单挑灭掉黑胡子是妥妥的，就担心黑胡子全团合力围攻卡普一个人。为了让路飞当上4皇，尾田修改了3个设定。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战斗力被削弱一个档次。第一个就是橡胶果实的能力。当年路飞在风车村吃下橡胶果实，只有伸长和变大的能力。相比自然系毁天灭地的招式，总觉得主角吃了一个很废的果实。不过在路飞的努力钻研下，橡胶果实有了2、3、4档，也达到了准大将级别。就当我们以为路飞会靠努力实现梦想时，尾田给橡胶果实的能力改了。本来的超人系恶魔果实，居然成了动物系幻兽种，还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妮卡。吴老星还说了，为了隐藏妮卡果实，甚至将它从恶魔果实图鉴上删除。不过路飞吃下橡胶果实时，垃圾路立马拿出果实图鉴，也强调是橡胶果实。从这前后矛盾的剧情来看，尾田让橡胶果实变成妮卡果实是临时修改的设定。不过路飞觉醒妮卡果实后，也得到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心脏也变成了解放之骨，在鬼岛屋顶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成为被世界认可的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第二个是明哥被从百兽海贼团移除。在尾田的最初设定中，明哥本是凯多最可靠的手下，从人物命名也能看出来。百兽海贼团的3大看板是杰克、奎因和金，分别代表扑克牌中的 JQK。明哥的代号是 Joker， 就是扑克牌中的鬼牌，战斗力应该不低于3大看板。尾田在 SBS 中也说过，明哥的实力太强，幸亏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将他击败。潜台词就是说，如果明哥还是凯多的部下，路飞很难战胜百兽海贼团。假如明哥在鬼岛放一个鸟笼，就问草帽团和武士联盟谁能破得了。第3个是凯多的战斗力被削弱。当年卡普向路飞介绍4皇的时候，凯多在大妈的下面看不到全貌。后来盛平在愚人岛介绍4皇，凯多露出了全脸，表情非常阴险，而且从体型上来看，凯多比4皇大妈大一些，更像是一位巨人族。如果让一位巨人吃下幻兽种青龙果实，试问还有谁能击败他？不过凯多正式登场后，并不是一位巨人，而且性格一点都不阴险。20年前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黑炭木产甲半桃之助让玉田战败，凯多对此非常恼怒，一棒子解决了黑炭木产，很懊悔没能正面击败玉田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凯多面对众多强者的车轮战，也没有使用任何阴险的招式，即便将赤鞘9侠全部击败后，也没有趁机补刀将他们干掉。与路飞战斗时，CP 零小队长突然介入，让路飞被狼牙棒打晕过去。凯多对此非常愤怒，转头给了 CP 零小队长一棒子。这样的凯多还有人觉得他阴险吗？被赤拳碾压击败的艾斯，到底有没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呢？在天赋方面，艾斯不输任何人，很小的时候就释放过霸王色，17岁出海后，艾斯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当上了超新星。因为实力太过强大，海军主动邀请他当七武海，不过被艾斯拒绝了。在去挑战白胡子的路上，艾斯与七武海盛平爆发了一场战斗，两人大战了5天5夜，最终双方的体力耗尽到底。可见海军的判断没有错，艾斯的确拥有七武海级别的战斗力。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，艾斯的实力被同伴认可，当上了2番队长。在巴拿马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巴沙斯等人完全不是艾斯的对手。黑胡子也承认艾斯很强，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同伴。在果实能力被暗暗果实克制后，艾斯依旧能与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，最终炎帝被黑暗吞没，艾斯彻底败给了黑胡子。在海军基地马林贩毒，路飞拼尽全力将艾斯从处刑台救了下来。随后遇到海军大将亲自的阻拦，艾斯主动将路飞挡在身后，冰块爆至嘴与近火焰碰撞后抵消。艾斯也展示出了不输大将的实力，不过在战斗经验方面，他相比大将还差了一个档次。救下艾斯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逃离马林贩毒回到新世界。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方式，成功激怒艾斯，让他留了下来。靠着岩浆能燃烧火焰的优势，一拳将没有使用霸气的艾斯打没。为了保护路飞，艾斯用身体抵挡岩浆拳头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也让艾斯背上了不会霸气的污点。战斗力比大将也有一定的差距。当年闯入鬼岛渡河之国的海，艾斯与凯多的女儿大河爆发过一番激战过后，两人都很认可对方的实力，算是打成了平手。大河是幻兽种大口真神果实的能力，还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与人兽形态的凯多1对1单挑，虽然没获胜，也坚持了很长时间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的凯多，也认可大河的战斗力的确很强。艾斯能与大河打得不分胜负，也表明他的实力上限不算低。其实，在香克斯的眼中，艾斯也算得上一位实力强悍的人。当年艾斯去找香克斯，目的是答谢香克斯曾救过弟弟路飞一条命。香克斯得知后，立马拿出格里芬准备战斗，并称赞艾斯是超级新人。如果艾斯不说自己是路飞的哥哥，香克斯很可能会用神臂卡了他。这也能说明一点，在香克斯的心目中，艾斯是值得自己亲自动手的强者。盘点能匹敌卡普银河颧骨的8个招式，索隆能挡住其中的2个，路飞自己拥有2个。第一个是神臂，罗杰在对战玉田的时候用过，轻轻松松将玉田打飞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从场面上看，比当年罗杰打玉田更加震撼。
直接秒杀了基德和基拉两位超新星，附带攻击将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第二个是王者之拳，据说摧毁一座城池，即便强如四皇也抵挡不住。王者之拳出现过2次，一次被巴托用屏障挡下，看不出它的威力有多大；另一次将巨大的皮卡石像打得粉碎，确实达到了毁灭城镇的威力。第三个是大妈的微博，用拿破仑形成巨大的剑气冲击波，破坏范围非常大。在凯多府邸，大妈使用过微博，将城堡直接轰出一个巨洞。第四个是凯多和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，能将方圆几公里的事物完全摧毁。两位四皇对霸海的破坏力非常自信，觉得能一招秒杀5位超新星，不过还是被索隆挡了下来。作为代价，索隆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。第5个是热吸，凯多张开嘴巴吐出一股火焰，攻击距离能达几公里，也是凯多最常使用的招式之一。第一次使用热吸时，几乎摧毁了一座山头。随着凯多使用次数的增加，热吸的破坏力逐渐减弱。雷藏能将热吸吸收反弹，索隆的火焰刀也能将热吸化为乌有。路飞用身体硬扛热吸，却没受一丁点伤。第6个是凯多的终极大招升龙火焰八卦，先将自己变成一条火焰巨龙，然后将龙头缠绕霸王色霸气，用强大的冲击力去攻击对手，拥有毁灭一座岛屿的破坏力。第7个是路飞的大元王枪，在德雷斯罗萨对战明哥的时候用过。相比霸王色缠绕的招式，大元王枪显得有点弱，不过在击败明哥的时候，附带攻击将整个地面摧毁，对建筑物的破坏力一点不输卡普的银河拳骨。第8个是路飞觉醒武当后的大招橡胶原神枪，巨大的拳头附着上霸王色霸气，看起来比一座鬼岛还要大，别说能摧毁一座城镇了，破坏力甚至不输远古兵器，毁灭一座岛屿都可以。白胡子作为世界最强男人，说他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顶上战争开打的时候，白胡子引发的巨大海啸差点吞没整个马林范多。艾斯被赤犬干掉后，白胡子引发的地震也拥有毁灭岛屿的破坏力。不过老爹是一位平力达人，毁天灭地的招式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。为了弥补动画组的一个错误，尾田公布了明哥墨镜下的样子。当年去马林范多参加七武海的会议，明哥六亲不认的步伐和骚气的墨镜让人印象深刻，也有不少海米好奇明哥墨镜下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，甚至还自创了很多种明哥摘掉墨镜后的模样。在动画702集中，有2处细节可以找到明哥的眼睛长什么样。第一个是明哥在睡觉，他梦见了小时候的悲惨经历，失去了天龙人的身份后，明哥一家人被吊在城墙之上处刑，有人朝着他们射箭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们可以看到明哥瞳孔的样子，虽然不是非常清楚，但可以确定一点，明哥的眼睛很正常。罗加入堂吉诃德海贼团后，明哥就把他当成未来的红星培养，有人传授体术，有人传授剑术，还有2个小孩陪着罗玩耍。其实明哥的目的并不单纯，希望罗能吃下手术果实，为自己做永生手术。于是明哥给罗找来一大堆医书，亲自盯着罗一本一本的看，就是明哥监督罗看书的画面，让我们知道了他的眼睛长什么样。透过明哥墨镜的镜片，能隐约看到他的眼睛形状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当年在德雷斯罗萨对战路飞，明哥使用神朱砂还是被大元王枪打败。在明哥倒地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佩戴的墨镜也碎了，这也让不少海米觉得明哥下一次出场的时候一定不会佩戴墨镜了。不过当贺婆婆押送明哥去海底监狱时，他又佩戴上了标志性的墨镜。从明哥被路飞打败到海军出手将他抓捕，明哥不可能有机会更换墨镜，只能说动画组出现了一个错误，忘记明哥战败的时候墨镜也一起碎掉的事情。不过尾田在 SBS 中回答读者问题时，帮助动画组弥补上了这个错误。有海米询问明哥摘掉墨镜长什么样子的时候，尾田也没有藏着掖着，直接画出了明哥摘掉墨镜后的模样，居然还是戴着墨镜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尾田还真是一个老六。不过尾田看似开玩笑的回答，正好弥补了动画中明哥墨镜碎裂的错误，让索隆丢掉左眼的战斗公开，他在鹰眼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索隆击败岩灾镜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，此时的鹰眼也失去了左眼，看到索隆成长为大剑豪十分欣慰。2年前的那场师徒决斗也慢慢在鹰眼的脑海中出现。鹰眼淡定地告诉索隆，我所有的剑术已传授于你，以后得靠你自己了。索隆摘下戴在左臂的头巾，他要在离开之前展示全部的修行成果。鹰眼没有丝毫犹豫，拔出背在身后的黑刀叶。索隆系好头巾，一副猛虎狩猎的凶狠表情。转瞬之间，索隆已经冲到鹰眼面前，手中的2把刀也附着上武装色霸气，一招炼狱鬼斩朝着鹰眼砍去。强大的攻势让鹰眼感觉到了一丝危险，他很疑惑手中的黑刀叶为何没有将索隆的攻击完全挡下。就在鹰眼疑惑之时，索隆再次发动攻击，斩击如同狂风暴雨一般。见到索隆的实力变强，鹰眼开心地露出微笑，也开启了最强剑士的反攻，轻轻挥出一道蓝色斩击，砍得索隆无法还击。随后又单手挥出一道斩击，就在此时，索隆跳到空中，挥出2刀留击虎兽，战场立马烟雾弥漫。随着烟雾慢慢散退，雄鹰一样的眼神出现，索隆的眼角已然流出鲜血，他准备使用最强的招式九山八海，无我不断者，3刀流奥义，一大3000世界。战场之上如同死寂，只听见鹰眼胸前小刀落地的声音，刀鞘之上出现了一抹鲜血。鹰眼看着手掌上的血，对自己胸口受伤非常震撼。索隆收起3把佩刀，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。
此时索隆的左眼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，他告诉鹰眼自己会超越他，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。众多大佬评价基德的实力，惹了3位4皇的铁头王是真强吗？在香波地群岛时，传说级海贼夏奇说过，基德是11位超新星中赏金最高的一人。不过与雷利相比，即便是100个超新星也比不过雷利。与此同时，夏奇更加看好路飞，也认可路飞的成就会比基德更好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基德在新世界异常活跃，挑战 Big Mom 海贼团，击败一位将星后抢走某件宝贝。乌尔基挑战4皇大妈时，击败了第4将辛斯纳格。可以推断出，基德打败的将星很可能是克利贾，赏金为8亿6千万贝利。在鬼岛大战中，基德使用磁磁果实觉醒能力，联手罗击败4皇大妈，战斗力也没有得到大妈的认可。得知路飞与罗结盟击败明哥后，基拉找来霍金斯和阿普组成基德同盟，却被从空岛跳下的凯多瞬间团灭。凯多并没有干掉基德，将其关入兔碗监狱改造，希望基德能成为自己的帮手，也是认可基德拥有不错的战斗力。不过在5星对战双4皇的战斗中，基德没有使用果实觉醒能力，在战场上的存在感非常低。贱兮兮的阿普得罪过基德，在凯多府邸遇到基德时，阿普露出一副害怕的表情，显然是认为自己打不过基德。没出意外，阿普被基德结结实实揍了一拳。面对4皇大妈时，罗没有傲娇，邀请基德携手战斗，认可对方有不错的战斗力。当基德使用果实觉醒能力时，罗显得非常好奇，甚至还问基德其中的奥秘，也是认定自己的觉醒方式与基德相比还有待提升。在香波地群岛，路飞、基德和罗一起对抗海军，并约定在新世界相会。结果路飞和基德果然相会了，在兔碗监狱蹲耗子搬砖。路飞没有把基德当成敌人，邀请他一起对抗凯多，被基德一口拒绝。路飞能主动邀请基德联手，也是觉得他有很强的战斗力，是对战凯多和大妈的好帮手。基德还挑战过红发海贼团，结果被砍掉一条左臂。凯多被击败后，香克斯带队来到和之国近海。战斗员莱姆琼斯说，基德那个臭小鬼不久前才与我们打过一架，难道是莱姆琼斯砍掉了基德手臂？得知绿牛准备对打败2位4皇的新时代出手，香克斯发动超远距离的霸王色震慑绿牛，并说了一句，你就那么害怕新时代的嫩芽吗？基德也是其中一人。可见赏金刚刚达到30亿贝利的基德，在红发眼中也只是嫩芽。基德拥有30亿的赏金是高还是低呢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。盘点海军中最强的5人，战斗力第1的人打架，卡普也只能靠边站。藤虎是第5名，在种种果实的加持下，藤虎被世人称之为怪物，凭空召唤巨大的陨石，让明哥和罗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藤虎的战绩不算优异，对战刚刚吃下烧果实的萨博，场面上5-5开，最终以平局收场。对战击败多弗拉明哥的路飞，也没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。在玛丽乔亚联手大将绿牛对战萨博和3位军队长，藤虎的额头被打破，却让萨博一行人安全逃走。第4名是战国。作为前海军元帅，战国不仅拥有强大的战斗力，还拥有卓越的智慧。年轻时的战国与白胡子是老对手，两人的战斗力差距也不会太大。在顶上战争，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。打路飞的时候存在放水的嫌疑，一拳下去只是将3档路飞打漏气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身上缠着很多绷带，上了年纪，战斗力也有所下降。赤犬是第3名，也是现任海军元帅。赤犬所吃的岩浆果实，在3系果实之中也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对战伤病产生的白胡子，赤犬并不算劣势，自己挨了一顿揍，也给白胡子的胸口留下2个洞。对战年轻气盛的艾斯，从果实能力和经验2方面完全碾压，一个人挡住白胡子海贼团的众位队长，展现出的实力确实比战国高一点。第2名是卡普，海军中将钉子户，也被世人称为英雄。卡普没有吃恶魔果实，靠着一双铁拳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随着年纪的增加，卡普的战斗力并未减弱，一拳将马尔科从空中击落。愤怒的卡普要取下赤犬的脑袋，战国奋力按住他的头，也证实了卡普有能力干掉赤犬。与黑胡子海贼团战斗过后，战国全身缠满绷带，卡普却没有受一丁点伤，战斗力不弱于4皇。海军中战斗力第1的人是钢骨空，也是世界政府的最高统帅。钢骨空外表健壮，左眼处有缝合伤疤，曾经与红伯爵1对1战斗，卡普也只能待在一旁观看。两人体力耗尽之后，卡普将红伯爵抓捕住，关入海底监狱。红伯爵凭借一己之力，能与罗杰海贼团并驾齐驱，战斗力绝对不在罗杰之下，也不会比卡普弱。海军大将的最强招式都有什么特色用法？黄猿对闪闪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，不仅可以用来踩着炮弹飞行，还将日本神话中的3大神器当成招式。天丛云剑是一把用光粒子形成的剑，与普通的剑相比没太大区别。
八尺镜能让黄猿快速移动，直接伤害并不突出。八尺琼勾玉是黄猿的大招，数以万计的光粒子从天而降，不仅可以单体打击，还可以范围性攻击，就是准度有点差。又名八尺描边玉。战国吃了幻兽种大佛形态后，能变成一尊金色大佛，智慧和精神力都有很大提升。大招是从天而降的冲击波攻击，一巴掌将黑胡子全团拍吐血。遇到路飞时，战国的大招会变为亲情模式，攻击力自动减弱，只能将3档路飞打漏气。在顶上战争，赤犬展示了岩浆果实的恐怖力量，每一个招式都能算得上大招。单体攻击有鸣狗，给白胡子胸口留下一个巨洞；群体攻击有流星火山，无数岩浆弹从天而降，如同世界末日般让人绝望。对白胡子来说，赤犬的大招只能用来点蜡烛，吹一口气就能熄灭岩浆弹。青雉能用冰块制造任何形状的武器攻击，也能冰封任何物体。青雉的大招是冰河时代，能瞬间冰封海面长达1周之久，被冰封后的人如同冰雕一般栩栩如生。青雉去做冰雕大师，一定是最快完成作品的人。藤虎所吃的重重果实是逼格最高的一颗果实，双手握刀轻轻一拔，地面出现深深的巨洞，直通地府。搞一块石头踩在脚下，负责重力后就是一架飞行器。藤虎的大招是重力之光，向天空释放几道紫色光圈，附带火焰的巨大陨石从天而降，整个地面瞬间塌陷。绿牛是吃了自然系33果实的森林人，所到之处花草树木丛生，搞绿化非常好用。绿牛之所以能3年不吃饭，是靠着吸收他人的能量供自己使用。被绿牛吸走能量的人会变得干瘪，原本的大胖子瞬间变成窈窕淑女，能帮他人变美丽。绿牛应该是几位大将中最能赚钱的人。贝加庞克作为最强科学家，一共创造出5种兵器，研制 SSG 用了30年的时间。第一种，武器吃恶魔果实。除了人和动物能吃下恶魔果实，在贝加庞克的研究下，也可以让武器吃下恶魔果实。在司法岛篇章中，斯潘达姆手中的剑吃下了动物系象象果实，剑的前半身会变成大象的躯体，攻击拥有大象的力量。因为能力者是剑，战斗中也不会消耗使用者的体力。犀牛手中的佩刀雷雨，斩杀过敌人过后会出现血水冲洗刀身，是不是吃了某种恶魔果实呢？第二种，人体巨大化。凯撒作为贝加庞克的老同事，拿着4皇大妈的钱，在冰火岛研究人体巨大化，让普通的小孩的身体变得非常巨大。百兽海贼团们的蛮霸者们也是身体巨大化的产物，不过在大妈们看来都是失败品，没有达到巨人族的战力水平。贝加庞克也做过人体巨大化的研究，在新型兵器 SSG 上也有体现。第三种，和平主义者。通过对暴君熊的改造，贝加庞克研制出了人形兵器，也被称为和平主义者。不仅拥有坚硬的身体，还能从口中、手中射出黄源的镭射光线，达到了科技与恶魔果实的完美结合。在香波地群岛时，和平主义者首次登场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攻击，才勉强击败一个和平主义者。怪僧乌尔基和德雷克也都战败了。和平主义者的战斗力至少属于超新星级别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和平主义者登场后，很快便扭转了战局，白胡子海贼团只能被动挨打。第四种，人造恶魔果实。明哥提供给凯多的人造恶魔果实被称为 Smile， 吃下 Smile 果实后，一部分人并不能获得能力，变成只会大笑的旱鸭子，另一部分人的身体与动物结合，力量和速度有一定加成，对整体实力提升并不大。贝加庞克利用凯多的血统因子，也制造出一颗恶魔果实，被肚子饿的桃之助吃掉。在鬼岛对战凯多，桃之助可以变成如同凯多的巨龙，与大将绿牛战斗的时候，还可以从口中吐出气息，与幻兽种青龙果实完全一样。第五种 SSG 又名赤天使。海军在抓捕汉库克的时候，新型兵器 SSG 终于登场了，也被称为赤天使。外表和露娜利亚一族的剑一样，有褐色的皮肤和白色的头发，身后还有一双黑色的小翅膀，但体型要比剑高大很多。剑还是一位少年的时候，被海军抓住做研究，后来和凯多一起逃走。30多年过去了，新型兵器赤天使登场，难道说贝加庞克用了30多年才研制出赤天使？欢迎海米留言讨论，